西历14672年，传说中那场魔力元年的未来战争，你是否听说过？各位变态，大家好，我是魔王。这一次要为大家介绍的游戏是《月风魔传》。《月风魔传》是 Konami 在1987年在红白机上推出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当年从游戏画面、美术风格、配乐、游戏性跟操纵性，都在玩家之间造成了轰动。月风魔在狂鬼岛2D 平面与纵面的移动视角，还有地下的3D 迷宫，都让玩家流连忘返，堪称神作等级的游戏。相信有很多人当年都玩过这场游戏。后来网络上还出现了繁体中文版。魔王在多年前重新玩过之后，许多年轻时候的记忆又重新浮上心头。今天我们就来谈谈《月风魔传》这一款游戏。《月风魔传》当年是由 Konami 开发2氪担任游戏的开发，音乐是由恶魔城的前泽秀彦担任制作。《月风魔传》一开始仅在日本国内发行，而并未在海外发行。在发售的时候，强调应用了新颖的技术与图像形式，例如采用 Gateway 回路的新技术，配以巨大的64×64点阵字符和高精密图形。此外，本作的正面印刷采用了双凹立体规格。印刷画面会随着视角的变化而改变，可见得当年是非常用心制作的一款游戏。当年开发的时候，制作小组其实受到前一年在大型电玩中上市的《原平讨魔传》的影响，其中很多的相似之处，在当时的月刊 Beef 杂志读者投书中受到了很多争议。事实上，经过了数十年之后，在《托利马卡》杂志中访问了当时的制作人员，他们也承认当时的确有受到《原平讨魔传》的影响。西元14672年，即魔力元年，自地狱界苏醒的魔王龙骨鬼，企图征服月氏三兄弟统治的地上世界。三兄弟各使用一把祖传的灵剑波动剑跟魔王战斗，但长兄跟次兄都被龙骨鬼杀死，3把波动剑也被夺走。幸存的3弟疯魔为了夺回波动剑，替兄长复仇，潜入了龙骨鬼所居住的地狱界。主角的名字是月风魔，是龙骨鬼出现之前统治地上月氏三兄弟中的小弟，身高180公分，体重75公斤，19岁，琉球出生，6秒能走100公尺，换算时速1小时能走约60公里的脚力，拥有一次能举起3包大米约180公斤的怪力。对了，游戏中他的设定是19岁，所以实际上他是一个来自遥远未来的人物。血鬼是被古南驯服的巨大妖怪，为了得到古南所持有的岛间通行卷鬼面符，他会攻击来访的挑战者。虽然他的行走速度比较慢，但是他能够以跳跃的动作跟巨大的攻击力来弥补。独眼独头的头部带有死字头盔，他是一个单眼单手的魔神，从口中吐出火焰猛烈的攻击，统治着鬼岩岛，并且守护着其中的一把波动剑。胸骨牛骸是身穿盔甲的巨大骸骨武者形态的魔神，以失去双臂作为代价，能够随意挥动4把巨剑。他统治着玉门岛，并守护着其中一把波动剑。龙头鬼尾长着一双修长的手背，尾巴上长着鬼头的巨蛇形态的魔神，平时会变身成3位忍者，并且协同攻击。但在合体显露真面目的时候，会以敏捷的动作发动身体攻击跟火焰攻击。他统治着3手岛，并且保护着其中一把波动剑。当年在玩《月风魔传》的时候，除了音乐之外，画面上到处都是骷髅跟和风的场景，建构出了一个诡异而又惊悚的异国世界。游戏的美术设定跟插画现在看起来是1等1的。另外，因为采取 ARPG 的模式，玩家能够逐步培养主角的强度，又能在不同的武器跟道具之间购买跟切换，特别是最后拿到3把波动剑的时候，发出的大念动波，摧枯拉朽的扫荡敌人，真的让人感到非常的爽快。月风魔传的地图很大，虽然说是一座狂鬼岛，但还分成3座小岛。当年玩的时候，跟玩勇者斗恶龙一样，有种探索世界大陆的感觉。在努力练完等级之后，基本上横向卷轴关卡的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反正一把刀死练狂撑，我们就撑过去了。
但是大家玩的时候最感到头痛的，应该都是3D 地下迷宫吧？因为当年魔王买不起攻略本，我的方式就是直接一格一格自己画地图，然后自己把地图画齐了之后才破关的。另外，抄密码这件事情也让我们当时连英文单字都学不好，反而先学会了日文。所以人生真的就是有爱就无爱。那么魔王就简单摘录一下拿3把波动剑挑战几位首领的影片。好，来，我们今天要打的第一个首领就是独眼独头。其实魔王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都会先到后面的关卡，先去拿陀螺，因为陀螺是这个游戏里面最强的攻击武器。因为只要跳起来的时候就呈现无敌状态，所以基本上所有的魔王都用陀螺打就可以了。但是今天如果是要快速攻略的话，我们就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来玩。一开始我们先走到魔王出现的场地，然后等到他一开始在喷骷髅头的时候，在防具里面用下蓝色的宝珠，用下去之后，你看魔王直接就往生极乐世界刷起来，那这样就不费吹灰之力的拿到第一把波动剑了。要打胸骨牛害的时候，其实概念也是一样。他敌人一开始一出现的时候，你就把蓝色的宝珠给使用掉。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4把巨剑的判断全部都消失掉了。然后我个人会习惯用飞镖来射，对，然后用飞镖连续射，然后这个头目就死掉了。其实我认为胸骨牛害它本身是非常厉害的头目，因为如果你用波动剑直接用大念动波打它，居然会把大念动波给弹掉，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厉害的。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特殊的攻略方式，很快就拿到第2把波动剑。接下来龙头鬼尾它其实在攻略就没有什么特别方式了，就是你只用陀螺一直打就好了。一开始3个忍者，反正你就陀螺一直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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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重复这样子打就好，真是蛮无脑的啦。没有什么难度就是打到这一些忍者的血少到一个程度，你看他现在合体了，好就开始，反正你就一直滚。然后这个游戏其实我认为最强的武器就是陀螺啦，它不管它发的火球还是什么，只要你在跳起来的状态，它基本上就是无敌。然后打龙骨鬼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要靠陀螺在打。你看我就这样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然后陀螺的话，就是它的攻击力会稍微差一点，但是我们是很快就打掉了。你看这样拿到第3把波动剑。最后讲一下打龙骨鬼打龙骨鬼一开始也是用陀螺最方便我是习惯就是用陀螺，反正一直滚，你就是原地跳就好了，也不用调整。因为我觉得龙骨鬼最难打的形态其实是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形态。第一个形态因为它会往你身上一直跳吐火球，所以你就是只要在原地用陀螺一直滚，那就过了。来看第2形态，第2形态也是就还是用陀螺打。你看就是只要在原地一直滚，有跟它中风，卡住，有没有？它的判断就是会在原地这样。所以只要一直重复打，一直重复打，这样就死掉。你看还在中风在中风反正滚来滚去，滚到最后他就死了。好，现在要出第3形态了。第3形态一开始的话，我个人会建议说先换成宝衣。这个秘籍应该大家都知道，变成宝衣之后因为他在无敌的状态内，你赶快去打他的那个，去碰他龙骨鬼的手，然后之后龙骨鬼的手，他的判断就会完全失效，然后你再拿波动剑慢慢砍就好了。好，然后换一下护身符跟红色的红球，那就这样一直打，跳打一直跳打就好了。基本上就是你只要有红色的球，然后他的手的判断又没有了。那红球可以把那个他的吐出来的火焰给抵消掉。像我就很懒得吃补血了，反正这样子跳打他就死掉了。好了，就这样就过了。于是龙骨鬼就串起来了。
那我们在最后这一段可以看到，就是3把波动剑归位，然后3位月风魔的后人都灵魂得到了安息。你看升天啊，去记录世界啊。最后这一段就是凶鬼岛爆炸。当初看的时候是很感动的。在《月风魔传》破关画面的时候，出现的介绍方式很像电影画面的结尾，这也是当时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个表现方式。我们在这边就列出当年制作小组每一个人的原名。关于音乐的部分，众所周知，本游戏的音乐是由 Konami 举行波俱乐部的前泽秀彦所担任，而在破关画面出现的音乐署名却是魔一庆流。相信当年大家对魔一庆流的名字都印象深刻吧？实际上，魔一庆流的日文缩写就是马伊克鲁，也就是日文的 Michael 的意思。因为音乐担当的前泽秀彦的英文就是 Michael 前泽。《月风魔传》作为一个当年传说中的巨作，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主角月风魔后续也出现在许多游戏中，例如《科纳米世界》、《恶魔城绝望协奏曲》、《魔兽猎传》的奥雷卡战役，甚至还出现在游戏王的牌卡游戏里面。至于在《月风魔传：不朽之月》中出场的月风魔，是《月风魔传》故事1000年后的月氏27代目少主，同时他的名字也叫月风魔。但我们知道，这也就是打倒龙骨鬼1000年后的事情了。还记得当年第一次面对巨大龙骨鬼的时候，渺小的月风魔奋勇作战的样子，让我们在长大后似乎也得到了面对苦难的勇气。而那个曾经美好的年代，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我是魔王，一个外表跟内心一样变态的中年阿伯。我们下次见。